小伙只是做了个动作，就把瑜伽教练们吓得花容失色，因为他全身好像没有骨头，把头固定住，身子可以旋转360度。不仅如此，手腕也可以旋转，就像上了发条一样，手指都能做出反人类的动作。两只手合在一起，很轻松的就能把手臂掰到后面。摄像小哥也跟着试了试，差点试，连脚后跟都能翻转到前面，离远点看根本分不清前后。高难度的瑜伽动作也不在话下，身体极度扭曲。做了10年瑜伽的教练都不能完成这个动作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教练为了找回点面子，做了个他练习了1年的动作。结果小伙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，这群瑜伽教练算是彻底服了。然而他的绝活还不止这些，舌头都能吐出1朵花来，而且想要几个花瓣就可以卷出几个，最多都能卷出6个花瓣。肚子也可以随意折叠，反手拿东西也是易如反掌，肩胛骨都好像翅膀一样，全身上下都非常柔软，好像真的是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，真是一个奇男子。大叔钓鱼却从不带鱼竿，每天却有吃不完的鱼，而且抓到的鱼还有独特味道。只见他靠着墙根慢慢移动，突然跟大家说抓到了，接着一个猛子下去，上来手里就多了条鱼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大叔两手空空的说自己又抓到1条，大家一头雾水，潜入水下一看，才明白怎么回事。这大叔是在用脚抓鱼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大叔一脸傲娇的说，这是要讲究技巧的，也就是在水下要用脚跟行走，鱼就会在脚趾的位置来回穿行，一旦碰到脚趾，一脚踩下去百发百中。接着还给大家展示了整个抓鱼过程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叔的脚有魔力，还是鱼儿都被熏到了，看着都傻傻的往脚下钻。本以为大叔只能踩点小鱼小虾啥的，没想到1斤多的鲶鱼也能踩到，短1个小时就踩到了22条，这让一旁专业摸鱼的都羡慕不已。现在家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鱼，大妈说就喜欢吃用脚踩的，感觉有股特殊风味。节目组还安排了一场比赛，工作人员同时用4个鱼竿，半天都没钓上来1只，而大叔用了不到1小时，就用脚抓了10多只。不得不说，大叔这个技能真的好实用啊。大叔因为睡姿比较奇葩，就被家人带去了医院，因为他睡觉从不用枕头，连续40年用手撑着睡。妻子说他会保持这个姿势一直到天亮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怕大家不信，妻子强行把大叔的手拿开，大叔顺势就躺在了枕头上，可还没过一会又撑了起来，这手和头就好像有吸力一般，虽然头会不停的摇晃，但就是不会掉下来。摄像小哥认为大叔肯定是在装睡，于是架起了摄像机，看大叔能装到什么时候。结果30分钟过去了，大叔还是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，就算右手放下了，左手又撑了起来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。小哥算是彻底服了，大家都替他感到累。然而大叔却说这是自己最舒服的睡姿，不拖着脑袋根本睡不着，甚至这睡姿还救过他的命。此话怎讲？大叔一脸傲娇，说有次家里进了小偷，小偷看到他的奇葩姿势，还以为是睡梦罗汉，直接就吓跑了。邻居家都被偷了，唯独自己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。后来邻居都学他这样睡觉，但根本坚持不了5分钟。大家带他来医院，想看看他的睡眠方式是否正常。检查发现大叔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，而且情况非常严重，也就是说他在睡觉时经常没有呼吸，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，必须要尽快治疗。大叔这才明白，自己一直以为最舒服的睡姿竟然在伤害自己。不过呢，只要治疗得当，还是会好起来的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道越南美食我保证你没吃过，食材必须提前1周预定。处理食材最关键的工具就是食指和刮胡刀。这道越南美食就是爆炒猪波伊，食材闻起来虽然有些大海的味道，但做好后味道很棒。不信你看大妈吃的一脸享受。清洗至少就需要1小时，去腥3件套稿里头，再切上几个小柠檬，就这么使劲揉搓，接着把食指插到里面反复搓洗，必须把残留的白浆都清理干净。老表的手法也是相当娴熟，平时肯定没少练习。其实我感觉切开洗的会比较彻底，至于老表为啥这样洗，可能就是单纯的喜欢这个手感吧。挨个捅了几分钟，看起来确实白净了不少。接下来就要用刮胡刀把毛刮干净，否则吃到一嘴毛还是挺影响兴致的。就这样完成了食材的初步处理。接下来起锅烧水，放上几根小芹菜去腥，超过水的猪波伊看起来饱满了很多，捞出来过遍冰水，顺便再清洗一下，这样做出来更脆爽。接着切成厚厚的薄片，挤上辣椒酱，用手抓匀，简单腌制一下。接下来起锅烧油，葱姜蒜爆香，倒入猪波伊翻炒，期间加上几片杨桃，大火翻炒。临出锅再撒上灵魂香葱，这么一道越南美食就做好了。有一说一，看着还不错，当地讲究以形补形。接着让大妈尝了尝，大妈挠了挠屁股，意犹未尽的表示还不错，建议艾特你那爱吹牛波伊的朋友也来试试。母亲在荒漠搭建帐篷，用来圈养11岁的女儿，每天强制喂食30碗米饭，如果反抗就会被母亲绑起来，甚至还在食物里添加不明液体，说是对女孩好。记者看到都大吃一惊，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因为当地有个奇葩习俗，以胖为美。这里大部分地区都很穷，女孩基本在15岁之前就结婚了，女儿尽快出嫁，意味着少一张嘴来养活，而且只有胖女孩才能嫁出去。虽然这个女孩才11岁，
连她都觉得自己就应该快速长胖，赶紧嫁出去，这才是对家庭做贡献。母亲会专门搭建一个帐篷圈养女孩，他们的口号是管住腿张开嘴，目的就是长膘。她现在体重78斤，喂养结束后要达到160斤才算合格。整个过程一般需要持续好几个月，每天早上要先喝1盆加糖的骆驼奶，再吃掺了黄油的玉米糊。女孩需要2个小时内把所有的食物吃掉，大约摄入3000卡路里，相当于10碗米饭的热量。这仅仅只是早餐。记者翻开杂志，让女孩们了解其他国家美的标准。女孩看到苗条的模特都觉得不好看，说女人应该有肚子才好看。他们都坚持认为男人喜欢胖的。记者找到当地男人求证，男人说妻子越胖，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越高。接着男人还对记者的身材评论了一番，说记者只是徒有虚表，身材不太行。很快到了午餐时间，这顿饭他们需要再摄入4000卡路里，再加上晚餐，他们就要吃够9000卡路里，这相当于30碗米饭的热量。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一下，和女孩吃一样的早餐，结果吃了1/3就吃不下了，只能出去散步消食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记者还发现了更夸张的事，在另一个增肥营里面被喂养的女孩大多都在10岁以下，在这里用牛奶和燕麦喂养，目的是撑大女孩的胃，为之后的喂养做准备。女孩在监视下必须要吃完，有的女孩边吃边吐，母亲却并不在意，甚至会在食物里添加增肥的药物，吃了让人昏昏欲睡。记者看了下药品说明，大吃一惊，这分明就是违禁品，根本就不靠谱。但市场上却随处可见。据了解，这种药确实有增重效果，副作用同样严重，吃死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数。即使这样，也不能阻止女孩继续服用。在以胖为美的毛里塔尼亚，为了满足这种病态的审美，女孩没有选择的权利属实悲哀。在狗盆里放4根点燃的香烟，竟然吸引来了一只喜鹊，叼起一根猛吸一口，接着把点燃的一头怼在了翅膀上，左边搞搞，右边熏熏，对香烟爱不释手。只要他看到有人抽烟，就会突然出现，悄咪咪的来到身边，趁其不备一下就叼走了。如果被发现了，直接就硬抢，根本不怕人。只见他叼着香烟深吸一口，然后当着你的面把烟拆了个粉碎，感觉好像不太喜欢这个牌子。小哥说每次在这抽烟，他都会来抢，好像是针对自己一样，有时还会炫耀似的当他的面抽2口，烟灰弹的比他都熟练。大家想看看他对别人会不会这样，于是射向小哥假装抽烟。很快喜鹊就发现了他，假装漫不经心的路过，趁小哥没注意，他唰的一下冲上去，一把就夺走了香烟。换个人再试试，还是一样被他抢走了。他叼着香烟一路跑一路抽，还时不时把烟灰抖落在翅膀上。专家说他的喙和羽毛没有神经，所以是没感觉的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他想把这个味道涂抹到翅膀上来驱虫。很多鸟都会这样做。如果他把香烟带回巢穴，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。凡事都怕万一，大家做了个禁止在这块抽烟的标志，希望能帮这只喜鹊戒烟。大爷不抽烟，家里却有成千上万的烟头，只因他爱干这件事。虽然他不是环卫工人，可一到晚上12点就换上环卫工人的衣服，来街上捡烟头。说晚上烟头多，捡完商店门口就来到酒吧门口，整夜没有间断，甚至白天也开始捡。只要有他出现的地方，绝对不允许有烟头。有人就觉得大爷肯定是脑子有问题，没有工资不说，根本就是出力不讨好吗？还有人觉得大爷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伤心事，大爷却说这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刻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顺便警告了那些乱丢烟头的人。他还在一些缺少垃圾桶的地方都安装了自制的烟灰缸，但即使这样，烟头还是遍地都是，他也没在意，继续自顾自的捡。跟他来到家里，画面简直不要太震撼，这一罐罐的全是烟头，捡满一罐就要封装起来，一罐大约有5000多支，一共有250多罐，加起来差不多有150多万支烟头，这都是他4年来收集的，他一天都不会歇着。今天虽然下着雨，大爷却捡得很开心，因为今天捡到的终于又可以装满一个罐子了，感觉实现了人生价值。大爷表示会一直捡下去，直到街上没有烟头为止。大叔30年收藏了2000部手机，全是你没见过的，有设计成香蕉玉米的，保龄球也是电话，超人都背着电话，来电还会蹦迪，还有来电就会吐丝的蜘蛛侠电话，易拉罐也是电话，连鞋底都能设计成电话，密密麻麻摆满了房间，地板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工作人员数了数，光客厅就有1000多部，另一个房子更多，一共算下来有2000部。关键这些都能正常使用。节目组随即拨打了几个，果然就接通了。每月光套餐费就是不小的开支，为此连周末都要去做兼职。妻子觉得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考虑再三，他决定做出改变，把手机都卖了，给儿子买了一屋子玩具。他终于想明白，亲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人也喜欢收藏，只不过他只收藏座机。仓库里一共有3000多部，100多年前的古董电话都有，竟然还能使用。不过要先摇动手柄发电才可以。只见他插上了一个什么模块，然后真就拨通了记者的手机，通话音质还特别好，就像穿越了一样。大叔还打算开个电话博物馆，把这些不常见的电话展出供大家欣赏。
大爷花50年收藏了4000多种可乐，现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一款可乐，已经超过了100年，瓶盖都是用的木头塞子。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乐，他这多的是，这里简直就是肥宅天堂，什么造型的都有，全是脑洞大开的设计，各种限量版可乐，有的瓶身都镶了钻石，还有奥运纪念可乐、美国队长可乐、天使爱美丽联名款、阿凡达联名款。世界各地的可乐都能在这里找到，由于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，价格都比较贵，最贵的一瓶能卖200万韩元。大家仔细数了数，足足有4000多种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收藏了很多可乐周边产品，这个就是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收音机，收集这些又花掉了好几百万。大叔表示会一直收藏下去，要打破世界纪录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能点燃你的心。大爷在涂口红，但其实这是打火机。他转身又吃起了饼干，其实还是个打火机。他30年收藏了6000多支，家里墙纸都是用打火机做的，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。看着是把锤子，其实是打火机。灯泡是打火机，牛奶盒也是，灭火器都能出火，包包能打火，高跟鞋也可以。最小的和硬币差不多，小是小了点，但照样能打火。最大的就要用手抱着，要说是燃气灶我都信。最独特的要数这个，火焰可以分叉。这些火机来自全世界各地，他每周都要挨个清理一次。虽然大爷不抽烟，打火机却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大爷每天拿着一黑色笔记本，一到凌晨3点就独自来到这片墓地，对着坟墓喃喃自语。有人之前就经常看到他出入墓地，认为他手里拿的正是死亡笔记。这天凌晨，大家刚来到墓地，果然就听到了说话声，还真看到了这位大爷。小哥刚想上前搭话，大爷却挥了挥手，转身向墓地深处走去，直到天亮才离开。即使在回家路上，大爷仍然在喃喃自语。大家实在好奇，问他到底在干啥，大爷却说自己在背诵韩国各地区的名字。至于为啥要在墓地背诵，是因为墓地比较安静，能够集中精力，而且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死亡笔记，而是个地区的邮政编码。小哥随机出了几个问题，大爷都对答如流。晨练的时候也要大声背诵，走到哪都能成为焦点，连狗狗都被他吸引了。跟他来到家里，墙上还贴满了要背诵的东西。大爷都一把年纪了，为啥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呢？真是奇怪。既然喜欢背，大家给他出了个任务，1天时间内记住韩国少女时代的团员名字。这下大爷有的忙了，先抄写了一遍，走到哪背到哪。检查时间到，大爷还真磕磕巴巴的背了下来。至于为啥喜欢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大爷说自己有轻微的老年痴呆，想通过背诵来增强记忆。医院也去过了，医生说大爷的记忆力还不错，坚持背诵会大大改善老年痴呆的症状。